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傻安姐。大家都知道，我们床单或者衣物不小心染上血渍是特别难清洗，如果用了错误的方法，会导致这个血渍更难去除。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正确清洁血渍的方法，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很多朋友在洗这个血渍的时候都犯一个误区，就是用温水或者是热水去清洗。那么如果用热水洗，基本上就洗不掉了，因为血渍中含有血红蛋白，遇热就变成铁化物，不溶于水，这样就洗不掉了。那么正确的方法，我们是打开水龙头，需要用冷水去打湿。如果是新染的血渍是很好清洗，但是像这种旧血渍，用简单的方法就清洗不掉了。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准备硫磺皂，将硫磺皂打湿，像这样用力的去摩擦，让血渍处均匀的涂抹到这个硫磺皂。第二步，我们准备牙膏，将少许的牙膏挤在这个血渍处，然后准备一个刷子，我们去用力的刷它，也可以用手去直接搓洗，但是刷子效果会更好。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这个血渍变淡了，没有之前那么深。然后我们继续去刷一刷，刷了1分多，大家可以看一下血渍轻松去除，完全是不留一点印记。平时我们使用的硫磺皂可以有效去除血渍，并且还可以杀菌。而且我们使用的牙膏可以有效的增加摩擦力，使这个血渍更好的去除。所以大家床单或者衣物染上血渍不要慌，试试这个方法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清洗血渍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傻安姐。一到夏天的时候，相信大家最爱吃的水果一定是西瓜。那么这个西瓜每次切开之后吃不了，该如何的保存呢？今天教大家一招，不需要放在冰箱里也可以新鲜的保存，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夏天这个季节，水果那就是西瓜最受欢迎。平时我们购买西瓜的时候，总喜欢买这种成个的，因为整个的西瓜拿回来吃是最新鲜。一次性吃不了，我们该如何的保存？很多朋友都将切过的西瓜直接放在冰箱里，这样是错误的方法。因为冰箱里含有很多的细菌，如果把西瓜切开之后直接放冰箱，会很容易沾染一些细菌，而且冰箱里的菜类是很多的，也会影响串味儿。那么正确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保鲜膜，将西瓜的切面用保鲜膜包裹起来，形成一个密封的状态，这样可以与空气隔绝，防止它变质。然后准备一个不锈钢的盆，我们接上凉水，水位刚好在盆的2/3处就可以了。再将切对半的西瓜直接放在这个凉水中浸泡，放在阴凉的地方。要记住的是，这个水位千万不要没过西瓜。如果天气比较阴凉的话，我们建议1天换2次水。那特别热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更换3到4次，同时也可以在水中加入少许的冰块，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冰镇的效果，吃的时候是更加凉爽。等我们想吃的时候，将西瓜取出，把这个保鲜膜去掉。那么去掉之后，我们不能直接去吃西瓜，需要将西瓜的表面一层切掉。我们用刀将西瓜的切面切厚度1厘米左右，将它切掉。切掉之后就可以吃新鲜的西瓜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保存西瓜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傻安姐。我们的手机用久就会发现手机电池越来越不抗用，刚充好的电没用多一会儿就没有电了。其实我们只需要关闭手机的这2个设置，就可以为我们省下不少的电量哦。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很多朋友手机用久之后，电池是越来越不耐用，1天充1次电，没用多久就电量低。下面分享大家省电的小方法。首先我们打开手机的设置，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通知功能，打开它，在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我们所下载的所有软件，那么这个通知全部是默认开启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个软件通知将它关闭掉，
如果不将它关闭的话，手机经常会有通知过来，不仅会打扰我们使用手机，而且这些通知也是非常耗电的。可以看一下这些软件有哪些是不需要的，我们就将它关闭，所以在后台就不会通知我们任何消息了。等我们需要打开的时候再将它打开即可。第二个方法，我们打开设置之后可以看到这有个通用，在这个页面往下看有一个后台 APP 刷新，我们打开它。正常后台 APP 刷新呢也是默认开启的，如果不将这些软件将它关闭的话，那么这个后台它就会自动刷新，那这样不仅费电，而且还费流量。一旦我们没有 WiFi 的话，就会使用我们自己的流量去更新。如果你觉得后台 APP 刷新是没有用的话，我们将它关闭，这样不仅可以为我们省下不少的电量，而且还不会浪费我们的流量哦。再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打开手机的设置，查看一下电池，往下拉可以看到一个电池，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电池健康，如果容量偏低的话，例如70%左右，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电池容量已经小了，可能是比之前少了1/4左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更换电池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使用手机的小常识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我们每天出门的时候，手机是天天带着不离手，但是用了这么久的手机，你知道手机里自带一个隐藏定位功能吗？只需要打开这个设置，就可以轻松看到我们都去过哪里。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很多朋友在使用手机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带一个定位追踪的位置功能，我们只需要打开这里就可以轻松看到我们都去过哪里，什么时间去的，是非常详细。首先我们打开手机的设置，在设置里面看到有个隐私功能，我们将它打开。打开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定位服务，将它打开。在这里我们往下拉可以看到有一个系统服务，这时呢我们可以在系统服务中设置页面找到重要地点，点进去就可以了。在这个页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它会帮我们定位我们去过哪里，什么时间段，非常详细，甚至是几点几分去过哪里，哪个街道，在这里都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我们点一个地址看一下，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什么时间段去过哪里，在地图上也可以清晰看到位置。这个位置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记录着我们都去过哪里。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另一半去过哪里，那么打开他手机的这个设置就可以轻松看到。但是又有朋友说怕这些信息被别人看到，泄露自己的隐私，那么我们可以将它删除，只需要点一下删除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全没有用的话，不想记录着，我们可以返回上一页，在最下方有一个全部清空，点击一下就可以清除历史记录了，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你去过哪里。另外有朋友觉得这个功能会泄露个人的隐私，觉得不太安全，那么我们可以点击最上方的重要地点，将它关闭掉，这样手机就不会记录我们去过哪里，取消定位功能。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那么手机自带的隐藏定位功能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